Hello，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来看一下当下呢，你心里想去看的这个人，他最近在想什么？那他在忙什么呢？然后在他的心中，你当下又在他心里的哪里呢？那今天的占卜灵感啊，来自于我们常常在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许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啊，当下呢，在你心里对他有非常多的思念，或者是说你很想知道这个人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许当下你们的联系不多，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距离很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也许有些事情不能够明确的去把它说清楚。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来连接宇宙的这个能量信息，我们要去所谓的打破时间的限制，穿越这个时空的限制，去看一下当下呢，在他的心里他究竟是怎么想的，他在想些什么。也许这个想的内容跟你有关，也许跟你没有关系。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呢，他又在忙些什么？他忙的这些事情跟你有关，还是说他在忙自己的事情？那么最后呢，我们也会来看一看关于你，你在他心里究竟在哪里？好，那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的话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那么我呢，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三个不同的牌组里。那我们从左往右呢，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然后是第三组。好，现在呢，让我们来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三副牌的牌组的朋友，你们的这个牌首先呢是第一组牌的朋友。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这边也有个数字能量给你们参考，就是这个数字9。请你感觉一下这张牌卡的能量信息有没有能够跟当下你心里所思所想的这个人发生一种能量的感应？你觉得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的牌组，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人在你的心中有所涟漪呢？好，这个是我们的第一组我们把它放回去。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第二组的能量好像比较梦幻一点它的这个画面感比较的没有那么的具体，大家感觉一下这个比较的虚幻然后我们的这个数字是56号，这样子的一个牌面跟你想去测的这个人，当下你是否能够感应到他的这种能量的波动呢？好。这是我们的第二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第三组的能量，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第三组的牌面然后第三组牌的朋友，这里是一个43号，第三组的牌面今天的颜色其实挺漂亮的，我觉得。虽然没有那么多的红色但是这个绿色给人的感觉非常的鲜亮。好，这个是第三组43号。好的，那为了方便呢，你可以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的，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
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他最近在想什么，忙什么？我又在他心里的哪里呢？请宇宙给我指引，请宇宙给我建议。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哪一个数字在当下的能量里面呢，跟自己有对应，有连结。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有些朋友在选牌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其中一个牌或者是2副牌都同时的跟自己有感应的话，那么就请你都听听看，因为呢有可能你的讯息是被分在2副不同的牌组里面。好，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来看一下他最近在想什么，忙什么，你又在他的心里哪里呢？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一副牌的朋友。那你们呢选择是这个数字9，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牌，你们选的这张牌究竟讲了什么今天呢我们的主牌抽到的是 Dances on the Foot， 这个是就是在跳舞对吧？而且这个跳舞大家看单脚着地另外一只脚踢得好高这是一个非常身体非常灵动的就是这个筋拉得很好腿抬得非常的高，感觉这个人就是一下子要飞出去，要跳出去的感觉。那么宇宙给出的这个能量指引呢，是在讲一个平衡的艺术。从这张牌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感应到什么呢？就是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现在心里想测的这个人他生活当中是属于那种有很多不同的事情需要他去忙碌，需要他去打点，需要他去关心，需要他去照顾妥当。那么这些诸多的事情可能包括他的工作、学习、家人、人际关系他的这个朋友圈，还有你。所以呢可以从这张牌里面看到就是说这个人他生活的其实不是那么轻松单脚着地嘛，他需要去平衡很多人对他的需要，还得去平衡自己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自己的一个需要。那么这个人当下他的生活里面这么多的事情围绕着他，这么多的人需要他。有的时候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可能会心里觉得这个人他好像没有理你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人他是不是没有及时的回你讯息你心里有一点忐忑，或者是说这个人他没有最近没有主动的去找你，那么你要就是说注意一下，因为这个人当前给我的一种能量感应就是他属于那种事多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事很少，我们可以静下来，我们可以闲下来聊聊天吃吃饭，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忙有的时候真的忙。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从这个牌里面我可以看到是这个人他真的忙他真的忙。有的时候他可能都是在这种运动的过程里，就比方讲刚刚开完会就要去跟朋友聚会，聚完会以后呢才能回家，有的时候呢可能还要先去一下父母亲那里给他们带点东西，然后还要赶着去上班，或者还要赶着去上课，属于这种感觉就是忙里忙外到处在奔波，到处在这个跑路，这种感觉dance on the foot。好，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张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小牌。今天小牌呢我们抽到是什么？ The elements 诸多的元素。我们这里的元素有火元素、风元素、土元素还有水元素，加在一起它创造出来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力量而且还有一个所谓的保护的结界精神上、思想上、身体上、情绪上。这张牌呢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当前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现在想测的这个人呢他真的是生活当中遍地开花有他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个人理想吧，
也有所谓的要去跟人打交道啊，还有一些事情呢，可能是跟他的金钱、跟他的身体健康有关。那么最后呢，也有所谓的情感。那么情感的这一部分呢，可能就跟你关系密切啊，跟你关系密切。所以当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元素啊，一个圆被分割成了4块啊。那么在情感当中，它能够分出来的精力、时间，可能真的只有1/4，还有3/4的时间和精力是被其他的事情、人所占据。所以当前第一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现在你想测的这个人，他当前在想的事情也比较的复杂，忙的事情也是诸多方面。那我们现在呢，来具体的稍稍看一下啊，我们还是稍稍看一下具体有哪些信息，我们来连接一下这个人。好，我们来抽几张牌，先看一下啊，这个人生活当中现在究竟啊他在忙什么，他在想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呢是圣杯6，第二张牌呢是权杖10，然后我们抽到的一张牌是命运之轮的逆位。好的，这个人当前啊想什么忙什么。这个人当前呢，我觉得他压力是真的大。有一部分的朋友啊，你们要去对应一下，这个人当前也有可能他在搬家啊，或者是这个时候他在出差，他在搬家，他也有可能在出差。最近啊，或者是说最近他有搬家的一个计划，有出行的计划，比较的忙碌啊，比较的忙碌。这个人当前呢，其实在他的心里啊，所谓的去想什么事情啊，我觉得在他的心里当下，如果真的去想什么事情的话，不属于那种用脑过度。相反的，我觉得这个人当前比较的感性，因为我看到这个人有一种想要去改变现在生活状态的一种念头。也许是因为当前他真的非常的忙，然后呢压力也是非常的巨大啊，所以说他非常的怀念以前的生活，以前的日子。他以前的生活还有以前的日子可能是比较简单的，比较单纯的，又或者是说有人照顾他多一点。而现在的他呢，不仅仅自己要去照顾自己，可能还有很多时候要去照顾别人。所以这个人呢，硬是把自己就是逼成了一个非常属于那种实干型啊。他的这个实干呢，在于说自己要给自己完成这个目标，有的时候呢还要去帮助别人啊。我感觉到这个人有的时候还要去帮别人，有的时候呢自己可能都把自己放在比较后面的位置啊。这个别人既有可能是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同事、他的同学啊。所以说当下的他呢，其实对于现在的生活，我觉得他属于比较的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去让自己去静下来、慢下来思考，而是比较像走在一个跑步机上面啊。大家知道跑步机，你设置好这个程序啊，然后你就要跑下去，因为跑步机是不会停下来的。这个人就像这样子，他给自己设立了一个他生活的节奏，或者是他生活的目标，于是他就走在这个生活的节奏上面啊，跑步机上面，他下不来。当前的他没有机会，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想，他更多的可能一边在忙碌奔波于生活的一种日常，每天要去做的事情，这些事情是小事情，具体到每一天要去做的事情他唯一的静下来的时候，就会去怀念过去的自己，怀念过去的生活，怀念过去可能他什么都不需要做，什么都不需要想的那一段美好时光。所以这个人其实给人的感觉就是
当前的压力责任很多。我觉得这个人如果可以的话，他也很想逃，就是逃避责任，逃避压力。但是呢，明显他现在是不能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命运之轮的逆位。命运之轮的逆位呢，放在这个地方说明什么呢？现在他的状态他的生活的状态当前是被动的，他不属于主动可以去选择，或者是主动的去想要去怎样就可以怎样，而是说现在有很强的一股外力，这个外力有可能来自于经济环境，有可能来自于他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之前就已经决定要去做的这件事情，这个目标，它有可能是一份合同，它有可能是自己去之前承诺的一个诺言他要把它做完的，他必须得把他的这个责任履行的，他是下不来的。我们刚才讲跑步机，对不对？他已经在上面，他下不来的。所以现在的他呢，被这个所谓的生活的外力就是拿捏的很多。对，命运之轮的逆位。所以这个人当前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我说他的状态怎样的话，我觉得他的状态就很一般非常非常的一般，属于那种被动的在跟生活做一种抗争，被动的在让自己可以继续的坚持下去。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这样子的一组牌的能量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了数字9，我们看到了2次数字10，说明这个人已经在这样子生活的一个节奏里面跑的时间很久很长了。9号这个能量其实它是一种能量的我们所谓的很足很满的点，而10号牌的能量它已经在转了，它已经来到了我们所谓的新的一个能量的结束，伴随着新能量的开始，它已经走到了这个节点。所以很多朋友当前的这个人，他其实是一只脚站在他当下的生活，另外一只脚已经在慢慢的去跨越他新的生活的降临。这个人他在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一个既不属于当下也不属于未来的一个我们所谓的结界或者是时空里面。那么这个人当下我觉得第一副牌朋友，如果你现在跟他就是说有接触有联系，或者是说你对他当下有很大的一种期待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人需要时间这个人需要时间，而这个人当下你看到的状态不会是他以后的状态。这个人当下正在一个临界点，大家可以看到吗？10号2次，9号1次，他已经在临界点，而且这个人在脑子里他已经在怀念过去了，也就是说他人在当下，他的心已经走了。虽然说这个人现在还看不到他的未来，他现在只能看到过去嘛，对不对？至少在他的心里，他知道过去曾经有过一段时光过得很美好，他想念这个美好，那么他的念头里就会吸引出新的美好出来，也就是他生活的新阶段，他生活里的下一个想要去走到的一个更加，我们这里看更加有力量，更加有结界感，更加可以去把自己跟外界分离开来的安全舒适的一种状态里来。那么当前他在努力的去平衡，而未来他将进入真正的平衡，或者是所谓的和谐。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看到这里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就是现在的你呢跟他去连接，现在的你呢跟他去接触，现在的你呢跟他去做能量的交换的话，那么他属于比较会变的时期。他现在的状态不稳定的他是要去跨越他的当下，他要去走入他的未来，好不好？这个是我看到一个这个能量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你在他心里我们来看一下，你在他心里，你在他心里的哪里你在他心里，又在他心里的哪里呢？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息。好，我们先来抽一下今天的神谕卡吧，我们来看一下，
好，感恩宇宙。我们的第一张牌啊，来，我们再往上一点。第一张牌呢，我们抽到的是这个boundaries 啊，边界线。现在的这个人呢，他的心墙很高。现在的这个人呢，他的这种抵触心理也很高。非常明显啊。我们其实去看这个人，我们去了解一个人，除了我们就要了解就是关于你跟他之间的能量，其实有的时候也要去看广一点。我们今天呢，其实就是这样看得广一点，对不对？我们去看这个人整个生活的一个整体能量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再去看你们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第一回牌的朋友，这个人在生活当下，我们可以感觉到啊，他自己在变动的状态里，他自己在当下和未来的这个临界点里，对不对？那么这个人当下，你想进入他的生活，或者是你想跟他连接在一起，他在变，对不对？他不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现在的他呢，知道自己即将脱离当下的一种局面，即将去改变现在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跟你连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他是这样子的啊，他不希望我们直接说啊，我们今天是直话直说了。那么我觉得这个人他不希望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够去做当下他自己的一个能量的推进或者是变化。我们再说直白一点，就有些朋友啊，如果当下这个人心里想着是说他很想去改变自己的话，无论这个改变意味着离开物理的离开、精神的离开、情感的离开，那么这个人就不希望有一个人把他给拽住。所以当下啊，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就是这个人，我看到这个人啊，他在能量当中啊，其实这个能量我觉得不是针对你，但是又包括你。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呐，当下的状态，他属于那种要把当下或者是要把他过去给抛下来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人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形容成什么？其实他就是在脱皮，他在脱去他当下和过去的一层皮，他想去迎来他全新的自己。他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现在的他呢，既没有来到未来的稳定，所以他现在必须得去挣扎，他现在必须得去把现在已有的东西抓住、抓稳、抓牢，以保证他的成功改变。所以当下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其实是不太愿意去给出任何重大承诺的状态，因为这个人自己他并不知道他未来究竟会变成什么样，而现在的他呢，又处在一种我觉得是变化比较大的阶段。10号牌权杖10呢，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他主观臆断，想去变。而命运之轮的10号牌出来呢，代表着他现在外界环境也在推着他变，他不得不变。变化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说它是一个能量的点，但事实上变化是有周期的。有些人迎接一个变化可能是1天，有些人迎接一个变化可能是1年，甚至是好几年，才能真正的转变到他的新的人生的章节里来。所以当前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在这个 boundary 里面看到是这个人其实他不针对你，但是又包括你，他其实现在并不想去给出任何的承诺，他只是在挣扎，或者是他只是在跟他现在生活里的所有的方方面面在做一个所谓的交代在做一个交代。所以现在的他呢，我觉得不属于那种稳定的阶段。而你们两个人就是你在他心里的哪里，我觉得这个人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点抗拒的多多少少是有一点抗拒的。我们现在来具体的看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在他心里的哪里，他是怎么想关于你，还有关于你们的关系，来看一下。好，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是世界牌，哇 ，OK，第二张牌，我们这里是一个
金币2的逆位，好，我们来看第3张牌啊，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Temperance， 这个是节制的一个逆位。好，首先呢，这个人啊，我觉得他心里有一个比较矛盾的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矛盾点在哪里。第一点啊，针对于你啊，关于你们2个人啦。首先呢，我看到这个人对你的评价很高，你们2个人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人心里是有一点点遗憾的。这个遗憾在哪里呢？其实他觉得你很好，他觉得你方方面面都很好。世界牌啊，有一种很完美的或者是整体的感觉啊，不是说哪一点好，或者是哪一点不好，或者是说好几点都好，但是有一点不怎么样，而是我看到这个人觉得你哪哪都好啊。这个哪哪都好呢，在于什么？你们2个人非常的合适，非常的搭，或者是说这个人啊，在心里觉得你有他理想的那个感觉，那个样子。但同时他的心里有遗憾，这个遗憾在哪里呢？这个遗憾在于说，他知道他当下是没有稳定的状态，他知道他当下现在其实是正在人生的一个很关键的时期，他要变，他要挣扎，他要改变这个命运，或者是他要改变当前的这种单脚着地的一种不稳定不和谐的基本吧，可以这样讲。现在他的生活里有很多的事情，我觉得他是在忙碌的过程当中，他必须忙碌，他必须让自己扛下去，他必须要自己撑下去，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存活下来，或者是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确保自己可以稳定的走入新阶段，而新的阶段是他心里所求的新的阶段是他心里所求的。所以这个人正在一个跨越的时期，他遇见了你，他在一个临界点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你，这个人他很想跟你2个人，就是说他非常期待。我觉得这个人他心里是有这个感应的啊。我们今天有2个大牌，我觉得这个人心里有感应，你们2个人的这个缘分是很重要的，而你的能量在他生命当中的这个分量也是很足够的。但是呢，他遗憾什么？他遗憾的是当下他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办法抓住，就好像说时间有点不怎么对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在讲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这个人他接下来的这个生活有大的变化的话，那么他就非常的担心当下跟你所建立起来的稳定会付诸东流，不复存在。他非常焦虑这件事情，但是呢，他又同时非常的担心，就是说他去跨越他自己生活的一个临界点，他去改变自己生活的状态，他又怕把你弄丢。所以这个人我觉得他是一直可以这样讲，或者是经常处在这种矛盾的对立的。然后我们这张有一张牌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金币2，而且金币2呢是一个逆位的。这张牌呢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他在尝试。有的时候当这个人状态好的时候，我们在讲人其实我们一天都会有不同的状态，对不对？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早上的时候刚刚起床，可能状态并不好也许是因为不想上班不想上学，对吧？但是呢，一旦我们可能喝了 coffee 或者是吃过早餐，也许我们又会觉得精神饱满，我们的大脑又开始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今天要去完成的目标，我们今天想去做成的1、2、3。这个时候我们有可能非常的振奋，我们可能非常的清醒，我们的状态又开始变得很好。可是到了下午，到了晚上，也许我们因为一天太过于疲累，我们可能又会处于在一种状态不好的阶段。所以我们就算是自己一天的24个小时，我们都有可能去经历好和不好的状态，何况于当下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想测的这个人，他正在经历他人生当中一个内部外界同时给他施压，让他去改变的这样子的阶段。所以他经常我觉得这个人经常有的时候状态好，
有的时候状态不好，有的时候状态又变得好，有的时候状态又变得不好。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在他的心里就时而觉得啊可以没关系抓住他，时而他又会觉得不行不能够，可能会受伤，可能会伤到你啊。就是我觉得他经常的在这个变化当中，所以他有的时候跟你两个人的接触，比方说约你也好，或者是说跟你聊天问你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它是一种试探，他不是说试探你，我觉得这个人同时也在试探自己，他能不能接受，或者是说你给他的这种回应让他觉得是太多了，还是觉得有压力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人我觉得他是在现实版本里面去尝试跟你究竟用怎样的一种方式去相处，能够让他觉得可以接受，也不会让你就是说期待值过高，又不会让你觉得他很忘恩负义，觉得他很绝情，觉得他很不好，然后就离开。所以他这个人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啊，第一副牌的朋友就属于这种两边尝试。有的时候呢他尝试觉得很好觉得比方说你的回应很好，他也觉得自己可以做到，那么他就会继续去往这个方向做可能是回你短信，可能是比方讲时不时的要出来见面。但有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觉得说经过你们的一段时间相处，他会觉得压力太大，或者觉得自己好像不能再这样继续，因为他可能会把你误导，或者是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给出，没有办法去兑现他之前对你说过的话，又或者是他觉得他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他又会后撤。OK， 这个人也会后撤。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在现实版本当中去尝试究竟怎样的多，究竟怎样的好多多少好多少，又要去画这个圈圈就是跟你两个人相处这个圈圈究竟是紧一点还是松一点，他是在不断的尝试的阶段。那么最后的这张牌是 Temperance 节制牌的一个逆位。这张牌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融合。融合的好吗？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关系里在他的心中，他觉得他有努力的去融合他自己，融合你考虑他自己的状态，也去考虑你的感受。我觉得他有去双方面都有去考量。但是呢，我们的节制牌是个逆位，说明这个融合不容易。正如两个人的相处不容易。所以当前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就是你们现在想测的这个人，在他的心里，我觉得整体来讲还是有一颗积极的心态，只是说这颗积极的心态就是没有那么坚定。有的时候他积极，有的时候他可能又会有一点消极他会在积极跟消极之间去摇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他呢，可能会有的时候让第一组牌的朋友让你有点困惑让你有一点困惑。好，我们继续来看你在他心里的哪里？我们用其他的两副牌，我们来继续找一下其他的讯息。感恩宇宙。好，我们今天抽到的是12宫的能量你在他心里的哪里呢？我觉得现在的他把你隐藏起来了。现在第一组牌的朋友，这个人他把你放在了一个比较隐私的位置，他的心里有很多世俗里的事情。刚才我们讲过，工作、生活、学业、人际关系、网络媒体压力、出行、生意健康，哇，太多的事情都在他的这个盘子里。我们讲在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盘子里那么你在哪里呢？他把你藏起来。现在呢，如果是我们在讲conscious 就是主观意识去看，他现在把你排在一个比较后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后是藏在心里面的。我们想一想那个箱子，我们把很多的东西放在上面因为我们随时要用，我们随时都可以拿到，非常的方便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最重要的东西我们一般都会藏在箱子的最底部。那如果我们以这个箱子的盖子来讲的话，那么最底部就是藏的最深的地方，就是最后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啊，来感受一下，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就是你们两个人现在的这个关系，还有你在他心里的这个位置啊。我觉得在这个明显的角度，就是潜意识里面，或者是我们用世俗的眼光去看的话，哪件事情花的时间最多就排在最前面，那么我觉得你应该不在最前面。但是呢，这个人对你是有信心的，他对你们的关系，他有一种莫名的一种信任和信仰，他觉得很微弱的一种能量在连接着你们两个人，这种能量磁场它是看不见的，也是说不清楚的，但是他时而就会想到你，时而他可能就是一瞬间 OK 想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但是马上他会把这个开关关掉，因为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去想，很多的事情是不容他去等待的。而关于你，就像他心里的一个所谓的细胞一样，我们去看，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细胞在哪里，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的细胞啊，它无处不在，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把你藏起来了，你无处不在，但是呢你又看不见真正的样貌对，就是这种很隐藏的感觉。所以你在他的心里，你一定在，但是这个心里的位置是在一个非常隐晦的地方，藏得很深，他自己有的时候可能都摸不了很清楚的，但是他又知道你在哪里啊，你在他心里的某个位置，他非常的清楚，而且我也能感觉到这个人在直觉当中跟你两个人的连接还是非常强大的。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张牌，这个牌呢是我为大家提前抽的。这张牌呢是什么呢？这张牌是在讲就说宇宙当下有什么样子的一句话，有什么样子具体的一个指引可以给当下的你，并不针对于他，而是针对于你。那么今天呢，宇宙给出的牌这个是我提前抽的，是一个鸟，它的名字呢叫眉胸斑翅雀这个名字非常的长。基本上这个鸟是什么回事呢？这个鸟长得非常漂亮，这个鸟在它的这个胸口，大家看这个胸口是红色的，所以它是红，这个玫瑰花的那个眉胸，玫瑰花的那个颜色眉胸。这个鸟呢，它的这个胸口的一撮红颜色的毛其实跟我们平常画的那个爱心非常的像，就大概是那个形状了。所以这个鸟呢，经常它会就是它的这个寓意就是在讲我们的疗愈自己的心，或者是说针对于我们的真心这个鸟是一个非常我们所用情很深的一只鸟，或者是经常会跟情感连接在一起的一只鸟。好，那宇宙说什么呢？宇宙在说就说有的时候我们生活有很多的兴奋，有很多的快乐，有很多的美好，对吧？但是呢，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很复杂很多元的综合体，那么生活里时常也会在快乐喜悦的背后带有一丝的悲伤、遗憾，或者是不开心不快乐。那么这一切呢，都是属于生活里的一部分，它是一个正常。就像我们看到，包括你现在想测的这个人，他现在的生活里都有命运之轮的逆位，还在他生活的这个左右。这个东西是怎么讲呢？生活的常态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命运之轮一旦出现在这个位置，它就要转，有了逆位就会往前，有了正位就会往下，它就在这个生活的变化的常态里面。而宇宙当前呢，更多的是想对你说，想对你的情绪，对你的心态我觉得有一些指引。它讲的是，可能有的时候生活里的悲伤也是生活里的一个部分，一个元素之一。但是呢，你不需要一个人去忍耐。当下第一组牌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有一种在等他，或者是你觉得很想他，但是呢，你觉得自己被他藏得太深，你觉得想更加明显，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与其去推他，去逼他，不如让自己找一些，比方说亲朋好友，找一些你喜欢的事情来陪你度过这一段时期。因为这段时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不针对于你，他自己有一些问题要处理。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宇宙希望告诉你就是说，
你的这种想法，你的这种感受非常的正常。没有人想被另外一个人雪藏那么久，或者是被雪藏。我们都希望能够被这个人重视，我们都希望成为对方心里的第一名。但有的时候生活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部分啊，那么这个时候也许你需要去等待，或者是你需要去更多的理解他。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宇宙告诉你，你不要一个人去忍耐，你不要一个人去扛，你可以去找你的朋友，你可以去跟你的家人或者是跟你的小宠物跟他们连接，让自己去，我们在讲寻找属于你的快乐，这份快乐跟他没关系，只是属于你的这份快乐，让他们来陪你度过这一段所谓的疗愈期。因为宇宙在告诉你，一旦你走完了这一段所谓的疗愈期，或者是把自己的这一个我们所谓的心情平复不再那么的不舒服，不要再那么的难过，一旦你走过来，让自己通过各种方式转变，变得快乐，变得积极之后，你会发现你比之前要强大，你会发现你比之前要成熟，你会发现你比之前要更加的厉害。所以我们在讲自己的强大，精神的强大，对吧？情绪的稳定，情绪的强大，这个东西是我们要自己去修的，跟别人没有关系。所以当前呢，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就是需要一段时间跟这个人，就算是你想要一个结论的话，可能也需要一段时间。这个人当下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立刻马上告诉你这所谓的结论，他自己都没有，他怎么跟你说？所以这样子的一段时期，宇宙想给你传递的重要讯号是治愈自己的心，护好自己的心。你看这个鸟胸口的这个红心，你要护好这颗心，去找到一个跟它没有关系的，能够让你治愈，能够给你爱，能够给你滋养的人或者是事，让自己强大，让自己变得美好。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所看关于这个你心中想思念的这个人，或者是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他最近他在想什么，他在忙什么，以及你当下在他心里的位置。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祝福第一副牌的朋友，祝你们心想事成，祝你们感情顺利。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边，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56号牌。好，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这个能量是说，现在你心中当下想连接的对方，他最近在想什么，忙什么，然后呢你在他的心里又是在哪里？那么今天我们的牌这里有2张牌，我们一起来看。首先呢，我们的主牌是56号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魔法之墙。然后呢，我们又看到的是第二个牌，它是 Trinket 5， 这个能量五角星3个5它其实是一个有关于金钱相关的一个魔咒。然后我们今天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这里出现的是魔法之墙，然后呢有一个魔咒。这个能量就是在告诉我什么呢？当前吧，你们想去连接的这个人他现在呢突然的遇到了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呢它是一个突发状况，然后呢可能跟他之前预想的不同。从当下我们的这个能量里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当下在忙着搞钱在忙着赚钱，在忙着去找工作，在忙着去升官发财类似这种情况。但是呢这个我们在讲赚钱没问题，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现在想测的这个人他目前在赚钱的这个路途当中突然遇到了一些事，这个事情呢对于他赚钱的这件事情来讲可能是一个阻碍。OK， 所以现在的他呢可能要突然的去处理一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跟金钱有关跟金钱有关，那么这个金钱可能对他来讲又是很重要的。所以说现在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呢？这个人之前他可能在这个我们在讲赚钱的这件事情上，或者是工作的这个路途当中，他走得很顺，或者是他做的一直都很得心应手。
但是突然目前啊，我们从这个能量里连接到的是他目前遇到了一些小麻烦，他目前遇到了一些困难，他目前遇到了一些阻力。那么现在他呢，可能就突然的被挡了一下啊。那么这个人当前呢，可能比较的懵，或者是他当前比较的郁闷，或者是当前的他比较的需要一些时间去冷静的思考啊。那么这个人也有可能目前是比较心烦意乱一点的。无论这个人的钱是很多，还是说这个人的钱不是特别的多啊，那么我觉得这个钱的多少不是问题，而是说这个人目前在他的工作，在他的金钱啊，我们在讲赚钱的这个道路当中，他遇到困难了，他遇到了一个过不去的坎啊，至少在他现在来看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呢，魔法之强啊，他讲的是你看，这是一个幻境，其实是有通过的一个方法。这个我们在这个眼这个地方看到是对面的那个月亮，或者是对面的那个星球。他讲的是，只有当我们冷静下来、静下来，去想清楚，或者是停一停，有耐心的等一等，那么就能够看到这个出路，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个所谓的魔法之墙，穿越这个阻碍。所以当前啊，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这个人跟你之间的关系啊，可能是因为对方的生活啊，可能也影响到了你，或者是说因为他自己的生活里出现了跟钱有关的事情啊，可能跟你也有一些关系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牌呢，我们现在就具体的来看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目前啊最近在想什么，他在忙什么。来，我们看一下。好，宇宙，请你告诉我们，选择到第2组牌的朋友啊，你现在想测的这个人他在想什么，他在忙什么？第1张牌我们抽到的是愚人牌，第2张牌呢，我们抽到的是金币4，第3张牌呢，我们抽到的是恶魔牌。好，来看一下这个人啊，他现在的状况，他在想什么，他在忙什么。这个人当前呢，我觉得他遇到了一些跟钱有关的麻烦啊，跟钱有关的一些相关的事情。这个人当前呢，他急于的想去冒险。OK， 他急于想冒险，他冒险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想重新获得一种稳定，这个稳定有可能是说他想去像原来那样稳定，也有可能是说他想要新的更高一层的稳定性。所以这边也要看，就是你们现在想测的这个人，他的一个过去，无论是工作情况、他的经济情况，还是他赚钱的方法，你们要去看一下。因为我这边感觉到这个人啊，现在的他呢，其实是属于在钱的事情上遇到了一点麻烦，所以说这个人呢，现在啊，他其实是有一些所谓的比较极端的、比较冒险的想法，他想去尝试，他想去 taking risk，然后我们这边又出现了一个 devil 啊，说明这个人目前他的状态是相当的有一点点下沉的。我们在讲每个人的能量和频率，如果出现这个恶魔牌出现在这个地方啊，说明这个人当前的频率是稍稍有一点偏低的，他可能会用一些比较低频一点的方法和手段来麻痹自己，或者是说来让自己重新的跳跃到新的阶段。这边有可能是比方讲去相信一些比较投机的投资项目这个投机的投资项目呢，我们这边就不好去列举就是一些我们在讲比较冒险一点的、比较冒进一点的投资方案，或者是说去相信或者是去尝试一些短拼快，对吧？就是来钱很快的方法，又或者是说他现在需要去救急因为我这边看到跟稳定
金币4有关的信息，他需要去救急，所以他现在也有可能去做一些比较跟他之前理想、跟他之前心意不太一样的工作，因为他很需要钱，所以他会去尝试违背心意的事情，或者是他可能会怎么讲呢？也有可能去冒险，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工作都做哪怕这个工作可能比方说需要晚上工作啊，需要加班加点呢，需要这个熬夜呀，对吧？那可能跟身体健康会有一点相悖的这个事情，他可能也会去做。然后呢，这个人内心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人当前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依赖心理。这个依赖心理是什么呢？他希望能够快速的遇到一个解药，快速的去形成一个所谓的帮助，或者是能够有一个什么人他能够仰仗，从而呢通过外界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什么事情来解决他当下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或者是他现在所面临的跟金钱相关的一个困难。所以现在呢，第2组牌的朋友，你要看一看你跟他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如果这个人跟你之间有任何经济上的往来的话，那么你现在呢需要去小心谨慎的处理跟他的关系。如果你跟他没有任何经济相关的问题，或者是你们之前其实就已经认识，那么现在的他的这个状态有可能并不是他正常的情况。现在的他的状态我觉得是比较我觉得不是不稳定，而是说这个人他正在去尝试一些非常激进的、非常疯狂的，或者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些事情。所以现在的他，其实他的精力或者是他的时间被金钱、被物质的一些东西所牵绊住了。这个人当前肯定是跟钱有关的事情就是说在他生活当中是比较严峻的。我们可以看到金币4，这个人甚至会需要当下运用他之前存的钱他需要去用他之前的存款，或者是现在的他急需一笔存款一笔现金来帮助他现在的一个经济上的问题。OK，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好，比较的具体今天我们看到比较具体，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内心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好，权杖2。这个人他在内心当中觉得现在就是说不是那么的看好他的未来这个人在心里就不是那么的看好他自己的未来，他可能觉得自己的未来就是所谓的不是那么的光明，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然后呢他对这个自己所谓的这个未来他比较的怀疑。现在的他呢看不到希望，因为现在他遇到麻烦，他现在遇到困难，然后呢又有一些外界的所谓的诱惑是在他生活左右的，所以现在的他呢，他的心态对于未来他比较的迷茫，他不知道究竟应该是往哪个方向去进发。现在的他呢遇到了这个魔法之墙，把他挡住了，他看不到他前面的路，他看不到他前面的方向，所以这个人呢在当下的能量的频率当中比较的低一点，然后呢可能会有的时候出现一些比方说烦躁不安容易发脾气，容易忽冷忽热，容易把自己的情绪可能迁怒于别人，或者是说他有的时候会抽离有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抽离于当下，或者是过去他所熟悉的人，或者是抽离于他过去所熟悉的一个圈子，因为现在的他呢非常需要去把自己的一些问题解决好。好，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呢，就是说你在他心里的哪里我们来看一下，我觉得当前这个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的基础非常的重要，因为要看你们2个人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关系，走到了哪里可能会更好的来帮助你们判断一下。
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呢，你跟他之间你们两个人是，你在他心里的哪里，在什么位置？我们来看一下吧。好。今天我们有2张神谕卡，首先呢有一张牌叫觉醒，然后呢第二个我们抽到的是雷姆尼亚。你在他心里的哪里啊？这个人当前呢，其实处理跟你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他是属于一个比较沉睡的状态，他需要去觉醒，或者是说，他需要去更加清醒的用他的意识去感受到你们关系对他究竟是如何的一种意义。这个人当前呢，比较的去有一种，因为有恶魔在这边，我觉得他的业力的能量比较的重一点。这个业力呢不一定跟你有关系，只是说这个人当前走到了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所谓的挑战期这个挑战呢，我们从当前能量来看，是关于这个人的稳定生活，关于这个人的金钱财富。所以这个人当前呢，被一种我觉得是外力所牵引过去，看这个人怎么样去面对。因为我们这边既有所谓的愚人牌，它讲的是一种全新的突破和全新的开始，我们也看到了恶魔这种所谓的牵绊牵引，对吧？所以说在他的心中，你的位置现在目前我觉得是一个沉睡的状态awakening， 它是一个沉睡的状态。而这个人呢，在他自己生命的一个所谓的自我灵魂的觉醒期，他需要去明白生活当中一切所谓存在的意义，以及跟他之间的这种神圣的连结。如果现在的他能够去看清楚，或者是说用更加高频的一种角度去看待他生命当中所遇到的困难，所遇到的挑战，所遇到的这个课题的话，这个人也将更加好的去了解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怎样跟你之间用一种和谐的更加有爱的方式去连接。我们来看第一张牌觉醒，能量的升级，一个新的生命的方式，然后呢是一个大的整合。这个人当前呢，我觉得跟你之间的这个能量，你在他心里的位置，你们两个人当下呢，其实是在一种能量的调频过程当中。这个人当前呢，他在一个所谓的生命的我觉得是他在成长他在因为一个所谓他走到人生课堂的这个阶段，他不在稳定期，他在一个挑战期里面。所以这个人呢，需要去通过这个所谓的外界给他的挑战，来实现自我灵魂的一个成长。而在这个阶段里面，你们的关系也会通过他的能量的改变而变化这个人在接受生命挑战的时候，他如果能够更加积极更加勇敢的去面对，更加自由的，或者是让自己自由的方式去看待他生命当前的一个挑战或者是课题的话，他也将更加清楚的感受到或者是明白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频率。有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你现在出现在他生命当下的阶段，其实也有可能你是他的一个贵人，他现在不是你的贵人，他现在可能是你想去拯救的一个对象，而你是他生命当中的贵人我这边有感觉到这股能量，因为在跟你的能量去做连接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人的能量变得清爽很多，变得更加的像是我们这边看到的一个愚人，是他理想的一个阶段，是一个新的阶段的一个另外一边的一个感觉。我们的第二张牌呢是雷姆尼亚。雷姆尼亚呢是我们地球上消失的一个一片土地吧，可以这样讲。那么雷姆尼亚呢，它其实是在讲我们所谓的寓意当中，我们地球里的天堂。这个天堂里面呢，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平等，每一个人呢都生活的非常的安逸，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在这一片土地当中去找到人与人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他的这种和谐相处的关系。所以说当前呢，在他的心中，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是他心中的一片净土你是他心中的一片净土，你也是他理想的一个，我觉得是就要如同天堂一般我们在讲天堂，天堂是什么？天堂是一块土地，天堂可能也是一个人，天堂可能也是我们的一个念头。
所以我看到在这个人的心中，其实当下你的能量是非常美好的存在。也许在他的心中看到你，他看到的是你的一种很恬淡、很自在、很和谐的一种频率。而现在的他呢，跟你去做一个相对比的话，这个人当下可能他正在一个挑战期、波动期，而你的这种稳定、平静或者是美好，是他心中的理想，或者是他心中想去跨越的新阶段的一个样子。现在的你就算不跟他去，我们在讲能量的互换啊，我觉得你现在在他的生活当中存在的本身，其实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榜样，或者是说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他现在的一个希望，是他的一个向往。而你的存在，我觉得是在直接的、间接的也在影响着他，也在刺激着他。这个人当下可能心中也非常的希望能够跟你一样啊，跟你一样能够，比方说快乐，跟你一样能够活得非常的潇洒，活得非常的洒脱，能够跟你一样我们在讲可以很和谐的去跟他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还有我们跟自己的关系。这个人当前可能他跟自己的关系也是比较挣扎一点，也许一面的他呢是很想去突破当前的一个所谓的挑战，一面的他呢可能又非常想去堕落我们这个堕落可以是懒惰，可以是不想学习，这个堕落也有可能是不想工作，这个堕落也有可能是想放弃，对不对？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样子一面自己的能量会冒出来。但同样的在这样子一面自己的对立面，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个人对于美好，对于你，对于新的稳定，对于未来的一种期待。谁不向往好的呢？是不是？只是说这个好的东西可能背后需要我们去付出很多的努力，花很多的时间，并且要坚持的走下去，对吧？轻松容易的路总是更加的有吸引力，而难的路、挑战的路更加需要我们的坚强意志力。所以我看到当前呢，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需要去用一段时间观察这个人他接下来是怎么样去选择，而这个人的选择也有可能在未来会不断的变化我们在讲一个人的选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但是呢我们也许能够知错就改，或者是我们也有可能会意识到这个错误，然后呢去选择更好的，更加对我们自己更加积极的一种选择。所以当下呢，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这个人跟你之间的能量，你真的要多看一看，多思考，也要多去观察。无论如何我都能够感觉得到吧，你的存在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在他的心里是很美好的。但是这个人在他自己的生活圈子里，确实有一些业力，确实也有一些挑战是围绕着他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深度的来连接一下，究竟你在他心里的哪里我们来看这个讯息。好，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宇宙。好，我们的第一张牌这张牌是金币6的一个逆位。好，第二张牌，这张牌呢是最高女祭司的一个逆位。好，第三张牌呢是金币国王的一个逆位。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好，首先呢，我们不看每一张牌的能量，我们先来看我们抽到的这3张牌。我们的这3张牌呢，都是一个逆位的能量在这边。我觉得首先吧，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人对于你他有很多的相当于他不敢去真正的去想，
不敢真正的去深度的思考关于你们两个人，关于你们两个人之间，关于你们两个人的未来。因为这个人当下自己的生活里面是真的存在我们刚才看到挑战啊，但是呢，这个人对于你来讲啊，我觉得慢慢的啊，特别是在这个女祭司的逆位这张牌里，我觉得他心里慢慢的其实也越发越来的清楚，有些东西他没有办法去骗自己。我们在讲啊，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最能骗的是自己，但有的时候我们也最骗不过自己，因为我们心里的一种感受，我们心里的一种声音，有的时候会强大或者是强烈到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忽略。当前的第二组牌的朋友啊，这个女祭司的逆位让我看到这个人其实是在心里一边在抗拒着啊，我觉得这个人有抗拒的能量，一边在抗拒着，一边又在越来越清楚的意识到，其实关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真相，他越来越清楚，他越来越明了。这个真相是什么呢？这个真相有两边的信息。我这边感觉到第一边啊，他非常清楚的意识到，就说他跟你之间的这段关系，至少在他的心里，从他的角度去看，他觉得他自己需要去通过自己的一种我们再看到钱，对不对？他需要通过一种金钱的可能更加的丰盛，或者是赚更多的钱或者是更加稳定的一种生活方式，来去支撑你们两个人的这段感情。他心里有这个念头金币国王的逆位，他心里有这个念头。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人在心里另外一边他又会觉得说，当前的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去做到他理想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他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给你他认为你需要的，或者是他希望能够给你带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在好比讲爱情和面包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也许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现在想测的这个人呢，他还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人，非常的现实。他知道在现实层面当中我们所谓的现在他自己所经历的，可能就已经在我们在讲从现实的这个角度已经看到了生活里的残酷。有的时候生活很残酷，但是呢，尽管在残酷的生活的面前，它也会有我们在讲所谓存在它的意义，以及它背后的这个灵性，它的这个高度，对吧？宇宙为何这样安排呢？我觉得这个人在慢慢的也开始在我觉得他也在醒，他也在慢慢的觉悟，他也在慢慢的去感受和体会，究竟他现在的生活里面他要怎样面对，他要怎样去做出正确的选择，对他自己负责，也要对你们未来负责。所以我觉得金币国王这张牌出现在代表着他的一个潜力。我们这里是一个金币国王的能量，说明这个人对于金钱是非常有感觉的，对于责任这个关键字非常的有感觉。现在的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金币国王的那种，我们在讲那种负责任有责任心上进坚韧或者是有慷慨大方这些非常饱满的能量，现在可能他还没有办法做到，也没有办法给出和你做交换。但是在他的心里，我觉得这个念头，这个意识已经在慢慢的觉醒，在慢慢的升级的过程当中。那么第二个，我们这边又看到了还是一个图像，我们这边是一个金币6的一个逆位。这张牌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人现在我觉得是他感觉到你在他的心里跟他的这个位置这段关系，他的这个能量是不是特别匹配的这个是他的这种感觉，在他心里我觉得这个人当前觉得他自己可能在你的心里比较的渺小，或者是他把自己放的比你要低的位置。现在的他呢，没有办法跟你去做一个比较公平的交换，尤其是在物质上。这个公平不一定是50%对50%，公平的标准是你们两个人关系特别的一个尺度。有些关系里就是可能可以尽量做到50%对50%，但有些关系它的平衡就是有一个人要更多，有一个人要少，可能这样子才是这种关系里的一种平衡。所以我感觉到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人心里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希望自己能够充当一个物质丰厚经济稳定可以
让你依靠，或者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又能够负得起责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目前的他，从我们的能量来看啊，他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快速的实现，或者是他过去可以做到，但是当前的他突然的发现出问题了啊，经济上出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现在的他呢，可能对于你来讲啊，就是他有一点小小的逃避，但是呢他又要在一边慢慢的觉醒的过程当中，他的心里啊，在灵性当中非常的清楚。他清楚什么呢？他清楚这段关系，他清楚他向往你啊，我觉得他这个人心里非常的向往你，他也能够感觉到你在他的这个能量之中啊，能够对他的一种积极的影响，以及对他的一种所谓的把他往正向的方向去往上。因为你可能就是他现在啊，你看他的这个猫猫，他在扑这个蝴蝶，我觉得你就是一种像是一个小小的刺激，在牵引他变好，在牵引他走更加积极的一个道路，在牵引他勇敢的迈入人生的这一个阶段。不要再去更多的花钱，不要再去所谓的恶魔小小引号的堕落，而是要更加稳定的、更加有建设性的去把自己的生活要么是回到原来的一个稳定状态，要么就是建立新的一种平衡和稳定。只有这样子，他自己的内心可能才能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勇敢，他也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有意识的去觉醒自己的能量，觉醒自己的潜力，让自己真正的成为他心中希望成为的有责任心、有担当、慷慨，可以付出，有能力付出，能够在这段关系里跟你平起平坐，或者是这段关系能够以一个更加平衡的有机的方式去继续向前发展。我们用另外一副牌，最后的一副牌来看一下你在他心里的哪里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寻找一下你当前在他心里的哪里。感恩宇宙。好，排出的非常快啊，4宫。这个人呢，我觉得对你还是非常非常认真的4宫的能量，我觉得这个人对你有那种很认真的有非常认真的，有那种想去跟你稳定下来的感觉。你在他心里刚才我们看过有雷姆尼亚，有觉醒，你对他有非常积极，有非常正向的一种引导或者是影响，对吧？这个人当前我觉得他把你放在了一个他的生命伙伴，或者是说他的一个也可以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人心里觉得你现在其实是他的一种救赎啦。这个救赎呢更多的是精神层面，就是说因为他很想跟你有很好的未来，甚至可以讲他非常希望能够跟你定下来或者是说他希望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去承担更多的责任，或者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你能够把它看得更加的重要，所以他想，或者是他希望自己能够改变，能够升级，能够快速的突破现在他阶段他生活阶段的一个困难或者是阻力。在他的心里，他其实已经某种程度上把你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是这个4宫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我觉得这个人其实是想跟你稳定下来的。如果当前就是看你们的关系，我刚才讲过如果你们的关系现在没有稳定的话，其实这个人心里把你看得很重，很重要。一边呢，他觉得自己当下可能没有办法比方说给出承诺，没有办法去跟你稳定，但另外一方面他又非常非常的希望你能够坚持，你能够陪他等待他突破成功，等待他转型成功。那么这样子的他其实可以讲已经把你放在了一个他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就有点像是那个伴侣，对不对？第二个，如果你们两个人关系本来就很稳定，比方说你们已经是老夫老妻，或者是你们已经确定关系
或者是你们相处的时间也很久了，那么这个人在心里当下其实是觉得你就是他的家人，你就是他的基础，你就是他当前必须去挣脱所谓的业力，必须去打破这个魔法之墙，必须让自己转型成功的一个动力之所在。你就是他的家，你就是他灵魂的那个归属。而这个人当前呢，我觉得在他心里啊，就是这一份安定的感觉。我们这边出现了好几次四啊，金币四宫，就是这个稳定安定啊，包括这个金币十，对吧？都是在讲这种很扎实的稳稳当当的土地感啊，一定要稳才能够长久，稳才能够让它定下来。所以你在他心里啊，可能有些朋友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啊，我觉得你在心里有点像他灵魂的一个定海神针，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你当前的一个存在本身，我觉得对第二组牌的朋友来讲，就是你们想测的这个人呢，是一个正向的动力，也是一个侧面的肯定。如果现在你要离开他的话，我觉得对他的打击可能会比较大啊，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啊，如果你现在选择离开他的话，可能对他的打击是比较大的。这个打击呢，可能更多是精神方面的一种打击，可能就是对他的一种否定吧啊。那么这个人可能当前不一定承受得了。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呢是我提前给大家抽好的啊。最后的一张牌呢是关于宇宙当下对你的一个具体的指引，或者是针对于我们当前所看到的这个状态啊，宇宙有什么样子的话语想要对你讲。今天呢我们抽到的是这个小金毛啊，那么这个狗狗 Golden Retriever 它的能量是在讲我们很多时候啊对于生活里的一种满意的感觉，来源于我们经济上的稳定，来源于我们心里知道我们的需要是能够被满足的。可以这样讲啊，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整个今天我们读到的能量吧，都是在讲跟钱有关的事情，也都围绕着家庭稳定的这个话题展开。那么当前的宇宙非常希望能够对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他很希望对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讲啊，其实感情和经济啊，有些时候他们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感情不可能只谈感情，有很多的感情最后都要落在我们的现实当中，而现实的这个社会，我们当下的这个能量又跟钱、跟经济、跟物质和条件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我觉得宇宙很希望告诉第二副牌的朋友，就是一段感情啊，它除了感情的部分，有的时候呢，我们要试图去理解，或者是也要去了解我们自己。如果这个人当前他的一些状态跟你想象不同的话，那么也许就是因为他在搞钱，他需要在金钱方面变得更好，或者是重新回到一种稳定。那么这样子呢，他呢可能需要你的一些包容，需要你的一些理解。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这张牌也在告诉第二组牌的朋友，就是生活呢，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现实，非常的需要啊物质的一种保证来完成我们对精神和情感的一种追求。当前呢，我们看到了四宫的能量啊，我觉得这张牌呢，可能也是在对第二副牌的朋友来讲，就是家庭的稳定，或者是你心目当中的稳定，究竟代表着什么？你要怎样去看待所谓的经济和爱情之间的一种平衡？我们今天也出现了金币6，对不对？在你的心里啊，这份稳定它需要哪些元素？而现在的这个人，他是不是你心目当中，或者是在讲现在你想测的这个他，是否是你想要去带入你未来家庭生活的这个对象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需要去提到，因为今天非常明显啊，我们跟家庭相关的信息出现了好几次，金币石本身的能量就出现了2次，所以当前呢，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啊，需要去做一个选择，就是如果这个人跟你还不是家人关系的话，那么你也需要去选择这个人是否适合你走入婚姻、走入家庭，还是说
你现在的状态只是谈恋爱，并不考虑婚姻跟家庭或者是稳定的因素。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也许有些事情你可以忽略，但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有些事情可能你也需要去冷静的想清楚。好啦，那这里呢就是今天第2副牌的朋友啊，我们今天所看到关于你现在心中想测的这个人，他在想什么，忙什么，以及你现在呢在他心中的一个位置啊，究竟在哪里的相关讯息。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祝大家好运，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是这个这张牌43号牌。今天呢我们要来为你连接的这个能量啊，是来看一下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心中所想的这个人，他最近到底在忙什么，他在想什么，然后呢你在他心里究竟是在他心里的哪个位置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1张主牌。今天呢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主牌是这个 overflow 漫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吗？这个城堡它的这个前方有非常多的水，给人的感觉这个水包括这个城堡里面都像是这个流瀑布这个水在漫出来。所以呢这个 overflow 可以感觉到有非常多的水，对吧？已经淹过这个城堡的底部，然后呢城堡的当中也有很多的水流了出来。这个呢并不是一个灾难的现场，而是在梦境当中我们可能会内心感觉到的一种状态。那第3组牌的朋友这张牌呢给我的第一个能量的感应就是目前你想测的这个人，他的内心现在是相当的情绪蔓延，就是说他现在可能有非常多的情感，有非常多的情绪围绕在他的身边跟左右。我们看这个下面的注释它讲的是不知所措，然后呢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找到这个能量，我们还要借助我们今天的副牌今天我们的指引牌的第2张，就是我为你们抽到的这个成功的事业，一个非常快乐的工作环境有这个涨工资或者是升职的这个状态。这2张牌放在一起非常明显。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目前你心中想测的这个人，他现在正在他事业的高潮期。他的这种情绪的蔓延或者是所谓的不知所措并不是因为他很难，而是因为他目前非常的顺。大家想一想，你有没有曾经坐过那个过山车，或者是去那种梦工厂游乐园我们做那个各种什么跳楼机什么各种当你去到那个高点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人飘飘然的感觉应该是可以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诠释。现在的他呢，事业正在上升期，在这个很高的一个点，他有可能当下或者是最近过去或者是马上他有升职加薪的一个机会，或者是已经升职加薪，这个有可能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成绩，也有可能是这个人他是一个事业型。那么当他遇到事业里的高峰，或者是事业里的一个巅峰的时候，这个人状态非常的怎么讲呢？我觉得他就是难以去消化这个能量点吧。就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讲可能悲伤的时候情绪蔓延，但是很多时候高兴的时候也会情绪蔓延。当前呢第3组牌的朋友，你想测的这个人属于那种众星捧月他事业非常的成功，他周围的人呢可能给他很多的表扬，也会招来很多拍马屁的人所以这个人当前呢可能会有一点就是说迎接到了来自4面8方的一个好运，包括他自己包括别人给他的，就是好运连连，然后呢惊喜连连，所以有那种过山车的感觉。那么这个人在情绪当中也是蔓延的状态。现在的他呢可能庆典很多这个局很多，对吧？我们在讲饭局饭局很多，可能也会喝很多的酒，人一高兴可能也会比较的就是说
把那个紧绷的弦呐给它松一松。所以这个人目前的状态可能也会有很多的饭局，有很多的酒局，还包括一些更加亢奋的一些活动可能都在他生活的左右。而这个人呢，他应接不暇的邀约然后呢，朋友圈里的人可能也是一个暴涨原来的朋友、新加来的朋友，还有拍马屁的人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第三种牌的朋友，你们现在想测的这个人就是那种属于比较亢奋的状态。他的亢奋的状态会让他有一点情绪蔓延，有一点快乐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消化。现在的他呢，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成功带给他的这种撞击力，他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才能从高点冷静下来，回到我们所谓的地平线。我们一般在讲能量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强调 grounded 这个词呢，就是那个地面我们人呢是要回到地面的。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心情不好，可能会比较的低点，对吧？情绪的低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到地面，我们要上升。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遇到大喜的事情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比方说中了彩票，比方说期待已久，努力10年，升职加薪成功。这些能量会把我们带到一个高点。那高点就一定好吗？它一定很好，但是也有它的我们所谓的这个接下来要去调整的，因为我们要回到地面。所以这个人他现在在高点，他可能会有一点傲气，可能会有一点我们在讲应接不暇，也有可能会他情绪非常的多，包括酒对他的影响，他也需要所谓的调整，回到地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这个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他最近在想什么。他这么好的一个状态这么高的一个能量状态这么多的一些事情，好事情发生在身边，他究竟在想什么呢？好，我们来连接一下这个人。当然了，有些朋友，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大众占卜嘛，我们也不能够只是取其他的这个文字上的表面意义我觉得这个人也有可能就说最近很顺人呢在很顺的时候就算还没有看到升职加薪，哪怕就已经看到这个希望，可能都会很兴奋，对不对？好，来看一下这个人他最近在想什么，忙什么？感恩宇宙。哎呀，你看圣杯7，幻境之牌好的。我们先抽一下吧，然后我们这个牌又出来了，刚才就在它后面，然后还是要出来 Judgment 审判。好宝剑9 OK。 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人的状态他大概有2个方面的状态，或者是2个很重要的讯息给大家传递一下。首先呢，其实是承上启下，我们刚才所讲这个人可能最近好事连连，惊喜连连事业线走得很高这个酒肉朋友拍马屁的人都很多，围绕在他。这个人当前呢属于那种比较轻飘飘的感觉。那么这个人当前在想什么呢？他现在比较的自信，他也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个情绪的幻境里来。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牌overflow 漫出来了，水都漫出来了。水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这个人当前的情绪和情感蔓延蔓延。当他有这么多的情绪和情感的时候，他的心里会产生出非常多的泡泡。我们看一下这张牌圣杯7，这个泡泡有什么这个泡泡是他心里所想的。比方说我接下来会多么的成功，他可能会想接下来我要去喝什么样的好酒，去吃什么样子的好的饭，或者是去什么好的餐馆，对吧？他也可能会想接下来会有多少人想跟他连接，他的感情路线该多么的顺遂所以现在的他呢，其实对于自己的一种我们所谓的愿望他的愿望也很多。我们在能量低的时候可能都不敢去许愿，觉得不可能实现。但是呢，当我们在一个能量的高点的时候我们已经做成了一件事情，或者是我们心心念念所想的这个事情真的达成，那个时候的我们
可能会心愿非常的多，想法非常的丰富。这个呢，就是当下你想测的这个人呢，他的一个状态啊，他现在在一个我们所谓的粉红色的泡泡里面啊，做各种各样的美梦，有的是白日梦啊，有的是晚上的梦，就是经常会胡思乱想啊，想的都是些好的东西，想的都是那些我们在讲欲望里的之前不敢做的梦一直想做的梦包括那些不可思议的梦都在他的左右。所以现在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给我的一种状态的感觉就是，其实他很累，他的眼皮很累，压力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呢，当你的这个大脑处在一个高速旋转的状态，其实是非常废的。废的是什么呢？废的是精力这个能让大家去想一想，当你在想很多事情的时候，做很多很多的这个想法盘思美梦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当你放下这些对未来的念头的时候，回到地面，对吧？还是我们刚才讲，回到地面，回到这个稳定的地方，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累。所以我们在讲活在当下，既不要停留在过去，也不要太过于的去走得太前，这两个地方都不是真实的，只有当下才是最真实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当前其实他很累，但他自己可能不自知，他自己不一定能够意识得到他的能量被未来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就犹如这个幻境之城我觉得是被拖过去的这个是圣杯七。那么现在这个人第二张牌 Judgment 这张牌是有关于重生这张牌有关于重生，这张牌也在讲所谓的怎么样从它的这个水里面，大家看overflow 漫出来的水，圣杯七到处都是水泡泡，对吧？这张牌 Judgment 就是怎样去打破这些泡泡，怎么样去让自己真正的醒过来。鱼儿你看两条鱼在这个水里面跳出这所谓的幻境，呼吸一口新的空气。这个人急需风向能量，他这里有宝剑元素他需要风向，他需要一股清流，他需要更多的一种理智，帮他恢复到平静，把他带回到地面。所以我们这里的第二张牌审判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现在他所经历的这一切，也是为他打开一条新的道路，一个新的大门，一个所谓的传送这个就像一个里程碑，一个传送门一样，他需要走过这一段。我们刚才讲要回到地面，无论是低还是高，最后都要回到地面，一个平静和平稳的局面。那么这张审判牌就是他要去经历的。我觉得这个人当前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我觉得他会开始慢慢的从这个水这种做梦的能量，白日梦的能量里面，慢慢的去想，去冥思，去总结和归纳，究竟自己接下来要走入的这条方向，要进入的这个道路会是怎样的。他又希望有些什么陪伴他，那些真实的东西究竟是什么，那些假象的东西要怎样去看破看清楚。所以这个人呢 Judgment 这张牌，我觉得这个人他会去穿越什么呢？穿越自己的一个你看这个所谓的不知所措的一个当下的一个局面，他要穿越去真正的，我觉得是落地的、扎实的、踏实的、带有实践性的去抓住这个生活里的美好，生活为他打开的这个新的大门 Judgment。 所以内心我觉得这个人内心里面的想法都是他的一些所谓的情绪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感觉或者是一种感应。当前的他呢，有很多的欲望，有很多的所谓的美梦在围绕，但是同时这个人非常的幸运，他也来到了所谓的精神世界，也可以讲是宇宙和高我对他的一种召唤，一种所谓的唤醒，让他去醒来，让他去更加真实的去把握可以抓住的美好。那么第三张牌呢，就是这个宝剑九。这张牌一般我们在塔罗里看到的都是什么呢？噩梦，或者是晚上惊醒了，对不对？那么当前这个人需要这个宝剑九。这张牌说明什么呢？其实这个人这张牌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点，现在的他呢，其实有一种大喜过后的一种失望，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呢遇到了非常多好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个人内心的恐惧也将被放大。他怕什么呢？他怕失去。人呐，如果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不会怕失去的，是不会害怕这种我们所谓的万一我没有了怎么办？万一这些东西是假的怎么办？不会有这个想法。而一个人到达了这个高点你看这个情绪都已经蔓延的时候在这个我们所谓的很多人都在拍他马屁，很多人都在恭喜他，很多人都在巴结他，或者是很多人都去以前的不认识的人，那些不喜欢的人都开始改变这个面孔的时候，他的内心也会充满巨大的恐惧。这个恐惧是什么呢？害怕这一切是假的，害怕自己现在手中的这个成功和机遇会丢失，或者是停留的时间过短。所以我看到这个人其实在他的潜意识当中也有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害怕和恐惧伴随着他。这个人当前他的能量非常的不稳定，他急需回来他需要回来，他需要回到这个地面，他回到这个地表以后就好。所以当前呢，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在跟他接触的时候，你在跟他连接的时候，也许你会觉得这个人有点飘，也许你会觉得这个人最近有点奇怪，也许你会看到这个人当下的一些不正常的表现就是跟之前不一样。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那目前在他的这种比较高点这样子的能量里面，你又在他心里的哪里？他把你放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问一下宇宙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宇宙。好，我们的第一张牌这张牌是 The Crumbling。 这张牌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人在心里跟你之间的这个连接现在有一点不稳定。对于有些朋友来讲，这个感觉就是摇摇欲坠摇摇欲坠。你们两个人可能曾经的关系就像这个我们这张牌里的高塔，非常的高，竖得很高，建立的很多。那么有一部分朋友可能跟这个人的关系其实相处的时间蛮久的有可能你们在一起时间挺久的。而现在呢，你们的关系里面会不会你心里也有这种摇摇欲坠的感觉呢？有一种好像抓不住，太高够不到的感觉呢？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我连接到这个能量，他在告诉我，你在他心目当中肯定有一个位置，但是这个位置呢，当前呢，他比较的不稳定、不安定。因为这个人他可能跟你两个人我们在讲，也许以前你们两个人属于同一个起跑线的两个人，在生活当中很多东西都比较的匹配，比较的吻合。但是随着这个人他的一个变化，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可能是他的事业的变化，财富的积累，或者是当前这种比较疯狂的状态就是说他突然的一下好运一下子就非常的多，他能够掌控的，他能够得到的，他已经得到的东西非常的多，使这个人飘飘然，使这个人觉得自己特别的也许这个人觉得自己当前特别的了不起，特别的厉害。那么你们的关系到当下我感觉到是什么呢？是不是你觉得，或者是在他的心里觉得你是有一点依附他的因为我这边感觉到比较强烈的这种依附的能量。你们的关系像一个高塔一样竖在这个地方，你们竖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们以前感情的基础，或者是你们以前的一些经历相反的或者是相对应的，反而变成了你们现在关系推进的一个阻力。现在你们的关系呢，需要一个新的平衡我这边非常强的感觉是这种，你们的关系需要一个新的平衡，或者是打破过去的一种相处模式，而来到一个更加符合你们当前现状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相处方法跟之前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个模式这个相处方法可能是你要变，他也要变。The Crumbling 这个给人的感觉是比较震动的一种感觉
那么这个人在心里当前我们要继续去看，究竟你在他心里哪里？我觉得这个人和你的关系你之前在他心里的位置和当下和未来，可能真的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现在来连接这个能量，我们来具体看一下，究竟你当下在他心里哪里？感恩宇宙。第一张牌圣杯六，过去式的能量第二张牌星星牌的逆位，第三张牌宝剑十的一个逆位。哇，好。OK， 当前这个人心里对你是怎么回事你在他心里的哪里？这个人呢，非常珍惜你们的过去。如果你过去曾经第三组牌的朋友帮过他无论是这个精神上的、物质上的、情感上的，给过他支持，给过他非常多的爱，给过他非常多的温暖，这个人呢，非常的珍惜这份美好非常非常的珍惜。圣杯六这个是我们的水元素。曾经你们的一种相处方式也许对于很多别的人来讲，就是在别人的眼中可能都会觉得说有点非常的奇妙，或者是说这种相处方式让别人觉得可能只有你们能够理解你们还挺好的，你们还乐在其中的。但是我觉得当下这种平衡破了。有的时候两个人相处真的是会因为一些事情而改变的。因为两个人当中这个关系的平衡是两个人所建立，而两个人的平衡是两个人的那种状态，就是独立的状态所决定。在一段关系当中，只要有一个人发生巨大的变化，另外一个人如果不变的话，这个关系就会产生裂痕，就会有不安定、不稳定的因素所存在。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在讲很多大家可能也听过，就说两个人要一起成长，或者是说两个人一起可能都变得不怎么好，那也行那也行。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两个人要一起成长。如果在关系当中有一个人突然走得太快，走得太远，另外一个人是会感觉到那种够不到的，而另外一个人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可能也会觉得有点就是说非常的远跟这个人的距离可能越来越远。所以当前呢，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其实也蛮就是适合第三组牌，就说你们要想一想你们要想一想，我看到是你们两个人过去的感情基础是很好的，这个人非常的喜欢你，非常的爱你，又或者是说可能你们两个人曾经有过非常单纯的热烈的爱情是在你们两个人这个情绪的，我们在讲情感银行里面存着的。但当前呢，这个人的心里我今天就实话实说了，我看到这个人在心里对于你们的未来属于比较就不那么看好。我们这里是一个星星牌的逆位，而且后面还跟了一张宝剑十的逆位。但是现在的这个状态是可以变的 OK， 因为我们现在出现两张逆位的牌，特别是宝剑十的逆位我觉得还有救。当前呢，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不要慌，不要担心如果你现在也觉得这个关系比较的不稳定，你自己也有很多的不安全感，你也不要担心。首先呢，就是说这个人对你心里还是非常看重的，因为你们的过去在他的心里有相当的分量和价值，他非常的珍惜。可是呢，当前你们两个人的状态可能真的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你想测的这个人，他现在呢在心里属于那种有一点就说不看好这个关系，或者是他觉得可能当前再去看这段关系的话，他觉得你们两个人的距离有点大，可能就是我们在平常讲的没有那么合适了。原来可能很合适，但是当前可能是另一个故事不一样了，不同往日，不同过去了。可能很多朋友第三组牌的朋友听到这边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委屈，或是你觉得凭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
怎么讲，就是站在你的角度去看的话，是的，我们可以去骂这个人，我们也可以去说这个人，但问题是，这个真的能够去解决，或者是保证你心里的这个心愿吗？如果你的心愿是能够继续跟他在一起，如果你的心愿是能够保护住你们的爱情的话，那么现在的你就需要去换一个角度，你就需要去跳脱一种所谓的被动的抱怨的，或者是说不甘心的一种情绪，而转换成一种更加积极的、理性的、有力量的一种我觉得是那个你。这个东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潜力，每个人都可以去成长，都可以变得更加的强大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星星牌的逆位，我觉得当前确实是一个，我们怎么讲，就是当下去看这个状态的话，可能真的有一点不利于你，但是呢，希望是在的。我们看第3张牌是一个宝剑十的逆位，这张牌告诉我，这个人心里他有这种觉得说想变的这个心态，但是呢他对你不舍得，他不舍得，但是他确实有这个念头，他也动了这个念头第3组牌的朋友，所以现在需要是你去想办法，你要去解决。如果这是你的心愿的话如果你自己也不想跟他继续的，那当然无所谓，对不对？但如果你想去抓住，你想去保护你们的爱情，你想去让自己可以跨越的话，你看，那么改变要从你这里做起，你要变，你要通过你的改变去影响他，让他也变。没有什么事情是定论的，有些东西可能看起来定论，但是我们却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相对应的影响，从而改变或者是扭转这个局面。要不然怎么说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呢？有些东西可能会发生，有些东西可能会改变，但是我们也是最大的一个变动的因素，因为我们每个人是可以改变自己的，所以命运也是可以在我们的手中发生变化的。所以第3组牌的朋友这边你们自己需要去更加的努力，或者是你们要想清楚你们究竟想要什么。好，那么我们接着我们又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还是要继续去连接这个能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当前你在他心里的哪里？我们继续来看一张牌，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牌。去看这个主题，来抽一下这个牌好，宇宙告诉我们，当前你在他心里的哪里呢？感恩宇宙，感恩宇宙，当前你在他心里的哪里？好，我们抽到是一个天秤座，天秤座现在呢，这个人其实有非常多的去理智的考虑你们的关系，你们的连结。现在这个人呢，对于你们的关系，他非常的犹豫不决，就像这个秤的两边，一边他的心里有这种要去改变这种震荡要去把它改变，甚至有一部分的朋友当然这个是少部分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人心里也是有这种离开的念头，有一点点啦。但是另外一边也真的存在着他对你的喜欢，以及对这段感情情感的依依不舍的心态。他在摇摆，他在犹豫不决可能他既有所谓野心的部分每个人都会有野心，每个人也可能会有一些欲望我觉得这个人有，但同样对于你，他也有所谓的真心过，真心付出过，真心爱过，也有对你的这份真心，也有对你们的不舍得，你们曾经建立起来的这个关系的不舍得。所以当下的这个人，他在干嘛呢？总结一下，你在他的心里有位置，但是他在权衡利弊。他在权衡利弊，他的权衡究竟怎样是最好的，对他自己最好，也对你们的未来更好。我觉得他有考虑你，但是他一定也有很多的在考虑他自己。这个就是天平的能量对，这个人呢，他对自己的要求可能很高
啊，第三组牌的朋友，也有可能你们现在想测的这个人也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高，他对你的要求可能也很高，他对你们的未来可能也有非常高的期待。所以呢，当前啊，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不要过于的担忧，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段也确实需要你们去警醒。如果你们想抓住，如果你们想保护这段感情的话，有一些变化从你这边要传递出去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的最后一张牌，今天啊，最后一张牌是什么呢？最后的一张牌其实是我提前抽的，这张牌是有关于当下宇宙给你怎样的指引。这个能量呢，不是说你在他心里的哪里，而是说基于当下我们看到的这个能量，宇宙要给你怎样的一个讯息啊，给当下的你。那么今天呢，我抽到的是魔法师。刚才我讲过，第三组牌的朋友啊，如果当下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能量跟你心里感觉到的是比较吻合的，那么现在呢，你就要行动起来。那么行动之前，一定是你自己的想法，你要想清楚，你要知道自己的方向，你要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在行动之前一定要知道这个方向啊，我们想怎么样，或者是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情它的这个为什么是什么，你一定要心里很清楚。那么宇宙当前呢，要给你的讯息是想告诉你，你是独角兽，你是魔法师，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你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在讲你值得被爱，你值得被珍惜，你也是这个世界上对于他而言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但是当前你需要行动。我们看啊，今天的这张牌非常有意思，魔法师是一个在奔跑状态当中的独角兽，对不对？它的能量也非常的高。我们看 Infinity， 无限的可能。现在你要去抓住你自己的命运，魔法就在空气当中，魔法无处不在，你可以去成功的显化你的心愿，但是前提是你的心愿，你的愿望要足够的强烈，还要加上你的具体的行动，和你的这个目标一致的行动。所以这张牌我觉得隐隐的也有一些所谓的主动改变、主动创造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啊，我觉得是给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一些指引和建议。你要相信自己，你也一定要自信。魔法师这个能量呢，其实它也有一些跟水星相关联的一些讯息，所以我觉得沟通，有效的沟通，聪明的沟通，用别人能够接受的一种沟通方式啊，我觉得也是当前你可以去注意和尝试的。我们看天平，风象能量，这个是外交官的能量，对不对？这个是一个非常会说话的人，非常会协商的一个人。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要用自己的智慧，你们的魔法师的这个魔法意志力去帮助你们当前我觉得是保护守护你的爱情。好，那么这里呢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看到关于这个你心中想测的这个人，他最近在想什么，忙什么，以及呢你在他心里的哪里相关的一些讯息和指引。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对当下的你有所帮助那么在这边呢就提前的祝你好运，祝福你显化成功。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